斗罗大陆98集，霍雨浩面临残酷的考验，王多儿和王秋儿为爱而战，两人为争夺霍雨浩而展开决斗。王多儿为了救霍雨浩，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牺牲自己。在乾坤问情谷的第3关考核中，霍雨浩遇到了一个神秘的蓝金色身影，对方用温和却虚无缥缈的声音告诉他，要进行考核就必须先与之战斗。霍雨浩迅速调整状态，命运之眼睁开，然而对手的攻击却让他瞬间陷入无力感，最终被一掌轰得粉碎。但就在他化为血雨的瞬间，一团洁白光芒出现，将他的灵魂吸入7层宝塔中，又让他重新组合回到平台之上。蓝金色身影再次发动攻击，霍雨浩又一次经历死亡与重生的痛苦，心态陷入呆滞。蓝金色身影则被他失去了战斗勇气。霍雨浩努力振作，却发现自己的魂技和精神力都无法使用，只能依靠肉体力量和魂力。他尝试逃跑，却被瞬间击杀，痛苦的循环让他陷入迷茫。但霍雨浩很快意识到，这场考核或许是在考验他的勇气。于是他重新振作，一次次冲向对手，尽管仍被击败，但他不再轻易放弃，而是不断思考对策，逐渐缩短被击杀的时间。与此同时，其他人的深度冒险也已经展开。贝贝在乾坤问情谷的幻境中来到了一个陌生的熙攘街道，金光闪烁后，他遇到了一个蔚蓝色长发、眼神深邃的神秘人。对方微笑示意他跟随，贝贝毫不犹豫地跟了上去。他们穿过人群，来到一栋安静的房子，进入后院的一个房间。贝贝看到唐雅盘膝坐在床上，身体闪烁着蓝黑色光芒。他激动地冲过去，想要抱住她，却发现自己的手穿过了她的身体。突然，周围的一切扭曲消失，贝贝看到了一朵粉红色的大花和一片蓝色的草叶，随后陷入晕眩，失去了意识。与此同时，何菜头出现在明德堂的地下研究所，这里空无一人。突然，徐天然坐在轮椅上出现，身后跟着一群黑衣人。徐天然嘲讽何菜头，提及他全家被杀的往事，还大谈自己对日月帝国的野心，声称要将斗罗大陆改名为日月大陆。何菜头愤怒地冲向徐天然，却被轻易击飞。就在徐天然准备杀死何菜头时，潇潇突然出现，他已经成为了封号斗罗。他释放出强大的暗金色光芒，化作一颗流星砸向徐天然和黑衣人，引发惊天动地的爆炸，将一切化为齑粉。爆炸过后，何菜头从地上爬起来，看到潇潇泪流满面地站在他面前。潇潇责怪他一直背负仇恨，却不告诉他，表示自己愿意分担他的痛苦，他的仇人就是他的仇人。何菜头感动得热泪盈眶，紧紧抱住潇潇，呼唤着他的名字。而此时，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山顶，王多儿和王圈站在那里，两人长得一模一样，都有着粉蓝色的长发和大眼睛。突然，一个声音传来，说这里是他们的真心冒险之地，要通过战斗决定谁配拥有霍雨浩。王东儿觉得用武力解决感情问题不合适，但声音说只有活下来的人才有资格和霍雨浩在一起。两人赶紧跑到山顶边缘，发现下面是个无底深渊，寒风刺骨，根本无路可逃。王圈吓了一跳，但王端却很平静。他坐下来邀请王圈聊天，说不要聊霍雨浩，而是聊聊他们自己和乾坤问情谷。王圈有点自嘲地说，就算杀了王端，霍雨浩也不会喜欢他。王端安慰他说，这个地方其实是在帮他们梳理感情，不是真的要惩罚他们。乾坤问情谷不会讨厌有真情的人，冒险关卡里也都是救人而不是杀人。王东儿觉得霍雨浩肯定也和他们有关联，不然怎么会没有他。王圈觉得王东儿很聪明也很冷静，但王东儿笑着说，在自己男人面前不需要显摆什么，霍雨浩就是他的天。王东儿的一句他是我的天让王圈愣住了。王东儿奇怪地看着他，问是不是自己说错了什么。王圈的目光突然变得柔和，承认王东儿说的可能对，自己在他心中永远比不上王东儿。王东儿却摇头，觉得他们之间的差距只是先来后到，自己先认识了霍雨浩，才在他心中占了位置。王圈却自嘲地笑了笑，觉得自己从一开始就没机会赢过王东。王东儿说，如果不是早知道家里只有他一个孩子，他甚至会以为王圈是他失散多年的姐姐，因为他们长得太像了。王圈情绪突然激动起来，说如果他能早一点接触霍雨浩，或许还有一线机会。王东儿听不懂他在说什么，王圈却继续自言自语，说自己一直没认清自己的心，不该出来找霍雨浩，一切都是错的。王东儿默默听着，王圈突然笑了，笑得有些嘲讽，但嘲讽的是自己。他问王东儿是不是觉得奇怪，他们长得一模一样，难道只是巧合吗？难道她不像霍雨浩心中的光之女神吗？王东儿愣住了，王圈却继续说，她的相貌本来就是来自王东儿，或者说是霍雨浩心中的投影。他为了让霍雨浩接受她，才让自己变成这个样子。但后来他才发现，霍雨浩心中的投影其实是王东儿长大后的样子。王东儿震惊地站起来，问王圈是不是说她的相貌是假的。王圈却说，这不能说是假的，只是他自己赋予自己的真实。他告诉王东儿，他之所以说出这些，是因为他突然想自私一次。今天他们之间只能有一个人活着见到霍雨浩，如果他能杀死王东儿，或许未来还有一线机会让霍雨浩接受他，否则他连一丝机会都没有。
王谦最后说，他这一生只爱过霍雨浩一个，他真正爱上他的那一刻，是他为了王冬儿吞下炽热阳泉泉水的时候。他救了他，因为他摘下了另一株相思断肠红，用自己的心血喂给了霍雨浩。那一刻，他才明白自己早已无可救药地爱上了他。王谦泪流满面，哭着说他爱霍雨浩，是他现在的生命，是他用相思断肠红换来的，他应该属于他。王冬儿沉默了，眼神渐渐坚定。他向王谦躬身，感谢他救了霍雨浩，但自己也爱他。王冬儿说，如果王谦赢了，希望他能变成自己的样子去爱霍雨浩，这样他不会因为他的死而伤心。但王谦拒绝了，说他要让霍雨浩爱上真正的自己。王冬儿又说，如果自己死了，希望王谦不要告诉霍雨浩真相，让他以为他只是失踪了，这样他心中还有一份寄托，而王谦可以继续好好爱他。王谦突然大怒，指责王冬儿动摇他的决心，然后猛地跳起来，挥舞着黄金龙枪向王冬儿刺去。这一枪气势汹汹，仿佛要把天地都贯穿。王冬儿展开光明女神蝶的翅膀，向后退去，释放出蝶神之光抵挡，但很快他被逼到了冰封边缘。突然他拿出一柄黑色的锤子，横扫过去，挡住了黄金龙枪，但还是被刺穿了左臂。王冬儿笑着说，这一枪是为了感谢王谦救霍雨浩，但他不会放弃战斗，要为了幸福而战。他的双眼变成湛蓝色，释放出强大的蝶神武魂技，化作蓝金色光芒冲向天空，告诉王谦他不会手下留情。王谦大怒，谁有你手下留情？只见他身体向下一蹲，紧接着整个人就已经如同一道金色箭矢般弹射而起。在战斗中，王冬儿和王谦都全力以赴，各自施展出了强大的魂技。王谦的金龙嗜血与王冬儿的蝶神舞相互碰撞，双方你来我往，打得难解难分。王冬儿凭借蝶神舞的以柔克刚，成功压制了王谦的金龙，但王谦也不甘示弱，最终凭借强大的爆发力冲破了束缚，两人再次碰撞，各自施展出了第五魂技光神附体与黄金龙咆哮。就在两人准备进行下一轮攻击时，天空中突然亮起了一道巨大的金色光芒，吸引了他们的注意。光芒中，霍雨浩正在与一道虚幻的身影搏斗，不断被击飞，身上鲜血飞溅。王冬儿和王谦同时认出了霍雨浩，他们的战斗意念瞬间瓦解，纷纷冲向空中，想要去救他。然而，一股强大的力量从天而降，将他们重新压回了冰封之上。王冬儿悲痛地呼喊着霍雨浩的名字，而王谦则咬牙切齿，不顾一切地再次尝试冲向空中。但他们的力量与那股恐怖的气息相比，显得微不足道，一切努力都白费了。在光影中，那道蓝金色身影正一步步走向倒地不起的霍雨浩，手中多了一柄金色三叉戟。就在王冬儿和王谦绝望之际，那个平淡的声音再次响起，提出了一个残酷的选择：他们谁愿意为霍雨浩而死，他就能活下来，但这也意味着成全了对方与他在一起。他们只有3秒的时间来决定。霍雨浩正经历着一场极其残酷的试炼，每一次攻击都让他感受到生与死的边缘。从最初的毫无还手之力，到后来逐渐适应这种痛苦，霍雨浩在一次次被打倒后，又顽强地爬起来，继续与对手搏斗。他经历了人类所能承受的所有痛苦，甚至每一处骨骼碎裂的感觉都铭记在心。然而，正是在这种非人的折磨中，霍雨浩变得更加坚强。每一次在痛苦之后咬紧牙关再次扑向对手，他都能感受到自己精神的坚韧在不断增加。这种痛苦的洗礼让他在精神上得到了极大的磨砺。与此同时，在另一个空间中，2个声音正在讨论这场考验。一个声音质疑这种考验是否过于残忍，另一个声音则表示对霍雨浩的期望不仅仅是做一个普通的女婿，而是要经历更多的磨难。他们提到，霍雨浩要想成为他们的女婿，必须满足某些先决条件，否则之前的一切努力都将白费。其中一个声音调侃说，这种考验像是父亲对女儿恋人的嫉妒和报复，而另一个声音则强调，这是为了让霍雨浩更加珍惜未来，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。他们的对话中透露出对霍雨浩的严格要求，以及对女儿的深厚感情。最终，霍雨浩在极度痛苦和挣扎中仍然坚持着，虽然身体几近崩溃，但精神却在痛苦的洗礼中逐渐坚韧起来。他发现，随着对手实力的逐渐削弱，自己能够坚持的时间也越来越长。尽管这种坚持伴随着更剧烈的痛苦，但他明白这正是考验的一部分。最后，在极度疲惫中，霍雨浩昏倒了，而这次对手并没有再对他下手。当他再次醒来时，发现自己身上的伤痛正在快速恢复。他意识到自己已经习惯了这种痛苦，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对这种恢复过程感到一丝安慰。霍雨浩重新站起来，环顾四周，发现那蓝金色的身影已经消失。他不禁疑惑，自己是否已经通过了考验。就在这时，周围的环境开始发生变化，金色的光雾升腾而起，一切都变得扭曲起来。霍雨浩感到自己的魂力和精神力不再受到压制，但他的下肢却再次被冻结，无法移动。他只能坐在地上，用手臂支撑着身体。突然，2道金光亮起，戴华斌和朱露的身影逐渐清晰。他们全身是伤，朱露的伤势尤其严重，右臂被斩断，半张脸血肉模糊。
霍雨浩震惊之余，心中对戴华斌的恨意竟然也淡化了几分。戴华斌温柔地安慰朱露，承诺无论他变成什么样子，都会爱他，保护他。紧接着，徐三石和江楠楠也出现了，他们看起来状态良好，显然已经通过了考验。徐三石看到戴华斌和朱露的惨状，立刻用玄武魂力为他们清洗伤口。尽管他不会治疗，但他的魂力对伤口愈合也有帮助。戴华斌感激地向徐三石点头，而徐三石则建议回学院后找治疗系老师为朱露进行彻底治疗。这让霍雨浩意识到，每个人在真心大冒险中都经历了不同的事情，这些经历正在改变着他们。霍雨浩心中不禁担忧起王多儿和王谦儿的情况，他们在哪里？又经历了怎样的考验？他急切地盼望着他们能够平安归来。霍雨浩焦急地等待着王多儿和王谦儿的归来，但出现的却是宁天和乌峰。两人狼狈地从空中摔下，落地后欢呼着自己还活着，显然已经通过了考验。此时8个人已经回归，但霍雨浩的心中仍然充满了担忧，因为王多儿和王谦儿还没有出现。紧接着，贝贝和菜头和潇潇也相继出现。贝贝看起来有些呆滞，似乎在努力回忆着什么，而潇潇则坐在和菜头的肩上，两人看起来十分亲密。霍雨浩的心情愈发焦急，他忍不住攥紧了拳头，心中充满了对王多儿和王谦儿的担忧。就在这时，一道光影突然亮起，一面光幕出现在众人眼前。光幕中是一座冰封绝地，王多儿和王谦儿正坐在那里。霍雨浩一眼就认出了他们，心中一紧。贝贝安慰他不要担心，但霍雨浩的心已经乱成了一团。光幕中传来了王多儿和王谦儿的对话，他们的每一句话都让在场的众人感到震惊。王谦儿对霍雨浩的感情竟然如此深沉，而王冬儿也表现出了一种无奈的接受。霍雨浩听到王冬儿说希望王谦儿变成他的样子去继续爱他时，他的眼睛瞬间红了，心中充满了痛苦和自责。光影中，王谦儿的黄金龙枪刺入了王冬儿的手臂，霍雨浩痛苦地闭上了眼睛，不敢再看下去。他觉得自己是这一切的罪魁祸首，没有处理好和2个女孩的关系，才导致了眼前的局面。突然，光影中出现了霍雨浩自己，他正在和那蓝金色身影战斗，而王冬儿和王谦儿则被压制在冰封绝地上，他们的眼神中充满了焦急。霍雨浩意识到，他们是为了他才停手的。光影中的蓝金色身影手持3叉戟，一步步走向倒地的霍雨浩。王谦儿和王冬儿同时喊出了不要，他们的美眸中流露出绝望。就在这时，那个平淡的声音再次响起，提出了一个残酷的选择：他们谁愿意为霍雨浩而死，他就能活下来，但这也意味着成全了另一个人与他在一起。霍雨浩愤怒地大喊，他不想让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为他而死。他拼命地挣扎，想要冲向光影，但光影却突然溃散了，化为点点光芒消散。一道光束从天而降，落在了他前方不远处的地面上。霍雨浩瞪大了眼睛，看到了光影中的2道身影，站着的是王谦儿，而他怀中抱着的正是王冬儿。霍雨浩呆住了，他的眼神凝固，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。他用尽全身力气，用手臂支撑着身体，朝着王谦儿爬了过去，声嘶力竭地呼唤着王冬儿的名字。王冬儿为了救他，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牺牲自己。当霍雨浩终于爬到王谦儿面前，接过王冬儿冰冷的身体时，他彻底崩溃了。王冬儿虽然已经没有了气息，但他的眼睛仍然睁得大大的，眼中充满了不舍与眷恋。霍雨浩仰天惨呼，泪水横流，所有的坚韧都在这一刻破碎。其他人默默地站在一旁，不知道该如何安慰霍雨浩。他们虽然能猜到发生了什么，但同样不愿相信这一切。王谦儿抱着王冬儿，泪水不断滑落，他的眼神也变得呆滞。他知道自己输了，输得彻彻底底。在光影破碎之后，王冬儿选择了为霍雨浩而死，而王谦儿却在那一刻盼望着他能死，自己才能和霍雨浩在一起。王谦儿意识到自己输了，输给了王冬儿那无私的爱。他痛苦地承认，霍雨浩这一生只会爱王冬儿一个人，再也不会改变。金色光芒从天而降，将王谦儿和王冬儿覆盖。王谦儿惨笑着站起来，一步步走进金色的世界，没有人去阻止他。霍雨浩紧紧抱着王冬儿，心中充满了绝望。他抬头向天空祈求，希望乾坤问情谷能复活王冬儿。他愿意用自己的生命和灵魂去交换他的生命。霍雨浩拼命磕头，额头很快红肿出血。就在这时，乾坤问情谷的声音再次响起，询问戴华斌是否明白了自己想要的是什么。戴华斌回答说，他只想和朱露在一起，其他都不重要。乾坤问情谷宣布他通过了考验，并给予他爱之替代的奖励，可以选择将朱露的伤转移到自己身上，或者提升2人的魂力等级。戴华斌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爱之替代，金光闪过，他的右臂开始消失，而朱露失去的右臂则在缓慢地长出来。戴华斌承受着巨大的痛苦，但他的眼神却始终温柔地看着朱露。最终2人在金光中消失。接着乾坤问情谷宣布徐三石和江楠楠也通过了考验，并给予他们相应的奖励。徐三石表示他已经获得了最好的奖励，未来会更好地去爱江楠楠。江楠楠则获得了魂力提升的奖励。霍雨浩眼中的悲意渐渐变成了希冀，他期待着自己和王冬儿也能获得类似的奖励。他什么也不要，
只希望王端能够活过来。